可怕的神之技能在虚空中传荡出恐怖的呼啸声，与那四御天神君的大神技同时迎刃而上。哈哈哈，你们都该死，快成为我的火球吧！灭世神火仰天大笑起来，面对他们几人的联手，依旧是没有丝毫的惧色，旋即便是将他的五轮大日之威彻底的施展开来。眼见那耀眼的五轮大日瞬间变得庞大起来，一股火焰热流对着这天地中的所有能量弥漫开去，不管是空间还是空气，还是其中的能量，在接触到五轮大日的力量后，都会逐渐的自主消散，根本不存在那种对拼的画面。随着五轮大日不断的碰撞，周边的空间竟是被彻底的融化消失，而那处空间竟是被虚无所替代。这样恐怖的一幕，众神指强者自然也是看在了眼里，他们的目光中除了惊骇还是惊骇。不过这样的强大神技，他们也无法躲开，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这时也有不少神指强者见状，也是全力对抗，可怕的神力波动冲天而起，轰击在了那五轮大日之上。然而他们的攻势根本就毫无作用，仿佛就是以卵击石。待他们的强大神技力量触碰在五轮大日时，所有的技能都是那毁灭般的力量所融化消散。如此恐怖的招式，他们也是首次遇见，见到诸多神指强者出手都毫无作用。小龙与寒等人也是一掌击退与自己激战的火甲强者后，目光看向了上空那还在膨胀的五轮大日。再这样下去，那五轮大日怕是会彻底的将这处空间焚烧殆尽，甚至还是以融化的姿态将这里的空间毁灭。妹，我们试一试气运之力能都抵挡住对方的毁灭攻势，不然的话，今日我们都要交代这里了。小龙的语气非常的坚定，说话间他的眉间也是微微皱起。面对着对方的强大力量，他也是没有多少把握。闻言，雨涵也是点点头，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气运之力凝聚我身。小龙和雨涵二人双手变化起来，随着他们的神力催动，他们的体内中可怕神秘的气运之力也是再度浮现而出，然后在他们的身后不断的凝聚出一道盘旋虚空的巨龙，而且这一道巨龙竟是比之前所施展出来的更庞大更强。哥，我们二人将气运之力融合下，竟是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只不过不知道能够将对方的可怕攻势抵挡而下。雨涵喃喃说道，这时我们最强的底牌了，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会融合我们的气运之力，可是到如今我娘还没有回来，也只能奋力一搏了。小龙那低沉之声自嘴中缓缓传出后，身后的空间便是有着霸道的龙吟之声响彻天地。随着这一道的龙吟声响起后，一股神秘可怕的力量突然暴增起来。圣龙气运，去吧！话音落下之际，小龙与寒身后的巨龙瞬间对着那五轮大日咆哮冲去，划过之处竟是有着巨龙所散发出来的可怕气息，将虚空都划出了完美的弧线。那咆哮的声波足以震慑四方，此时不少强者的耳膜破裂，整个空间都被无形的声波笼罩。同时那巨龙张嘴的瞬间，一颗绝大的能量光球也是吐了出来。能量光球最后在众神指那惊异的目光下，撞击在了五轮大日之上，巨大的龙身竟是彻底的爆炸开来，一股可怕的威能席卷天地之间，并且还有着能够毁灭一切的冲击波涟漪传荡而出，一股热浪犹如是掀起了万丈高的火浪，再度朝着四面八方滚滚涌去。这一刻，诸多神指强者的联手下所爆发出来的惊人力量，就算是灭世神火应该也得吃瘪吧。可他们没想到的是，还是小看了灭世神火的五轮大日之威。随着双方的全力对峙下，空间崩塌，大地都开始不断的摇摆裂开。只见那五轮大日又一次的膨胀开来，那股可融化一切的高温再度对着这片天地和那些神指强者弥漫而去。此刻，不少神指强者竟是惊呼出痛苦的叫喊，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整个神体竟是被一股火浪冲刷，瞬间焚烧蒸发得干干净净，就连神魂也难逃一死。这样恐怖的震撼画面，直接让得他们彻底的震惊起来，同时也感受到了无比的绝望。灭世神火的力量，他们还是低估了很多很多。一道独门神技的力量，更是使得他们就算联手也招架不住。五轮大日也是膨胀到了极致，直接将他们的招式技能彻彻底底的给融化而去，并且一股极度高温开始炙烤着他们的身体，就算有神力抵抗，也坚持不了多久。这一次，为了争夺排名第3的灭世神火，四御天神君、3名5大神阁的第一天骄，还有小龙与寒和其他的超神势力天骄全力施展底牌，竟然都无法抵挡灭世5日的毁灭之威，甚至他们更是将会彻底的陨落于此。当然，这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原本以为联手就能够击败灭世神火，谁知道对方的独门神技竟是如此可怕强大，仅仅一招就将他们同时击败，以至于他们现在处于了极度危险当中。此刻的虚空上，已经有着1半以上的神指强者已经被五轮大日之威所融化消融，还剩余一些侥幸活下来的神指强者也没有多么高兴，因为很快他们也会坚持不了多久了。这哪是半步7重天位神的实力？就算有封印神法大阵压制住了灭世的火神本源，可那力量依旧是如此的恐怖如斯。到的现在，他们才发现进入这神火空间是多么愚蠢的决定，还有着想要收服灭世神火的想法，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啊！四御天神君表情无比凝重，就算是他也感受到了真真切切的危险，而且对方可没有打算收手的意思。再这样下去，
他们恐怕全部葬在这神火空间中，成为灭世神火的火球。然而四御天神君此刻却是盯着上空的一处方位看去，一道有些急促的声音自喉咙间传出：“是魂宗宗主，你还不出来吗？刚才的战斗打了这么久，我想你也应该已经了解到这里封印神法大阵的规律了吧？”然而在这虚空上，竟是响起了阴森的诡异之声。原本炙热的空间被另一股力量所笼罩，一股黑气快速弥漫而开，其中所蕴含着能给吞噬一切的另一种力量。而这种竟是让得不少神祇都感到惧怕。黑气出现后，直接将那五轮大日全部笼罩其内。紧接着，黑气凝聚出巨爪，迸发出遮天蔽日的恐怖波动，然后紧紧地捏住那五轮大日。随着那黑色巨爪释放出极其可怕的力量后，在僵持了片刻，那处空间在众神之强者震惊的目光下发生了惊天大爆炸。伴随着一声巨响后，那五轮大日竟是暗淡了下来，然后在那巨大之爪散发出一道黑色能量的波动，再度对着五轮大日狠狠地轰击而去，竟是直接将那五轮大日硬生生的轰碎。不过虽然被轰碎了，而那黑色巨爪也是受到了不少的反噬，整个黑色巨手上面都是有着被焚烧过的痕迹。众神指强者那震惊的目光望去，只见得他们的上空处那里站在一位黑袍身影，而那道身影正是之前带着魂逃离而去的噬魂宗宗主。怎么是他？他又回来了？难道说这位噬魂宗宗主一直隐藏在这里，根本没有逃走？见到这熟悉的身影时，不少神之强者开始惊愕地猜测起来。他们在进入神火空间时，明明看到噬魂宗宗主已经离开此处，为何现在这道身影又出现在了神火空间中？噬魂宗宗主，几位第一天骄同样诧异地疑惑道，想不明白这噬魂宗宗主怎么会在这里，而且就连他们都没有感知到对方的气息，对方也只是五重天卫神的实力，不可能会让他们都没有一丝察觉才对。而且刚刚这噬魂宗宗主竟是能给一招将灭世神火的五轮大日轰碎，就足以证明了噬魂宗宗主的实力绝不只有五重天卫神，就连灭世神火本身，在见到自己的五轮大日被对方击垮后，他的俊美脸上也是浮现出一道不敢相信的神情。虽然他无法施展出灭世9日的全部力量，可是这灭世5日的力量对付7重天卫神之下的强者，根本是没有哈任何的问题。能给接下甚至将他的灭世5日力量抵御下来的，恐怕至少都是一名7重天卫神的超级神之。难道说，想到这里，灭世神火那双紫色莲花瞳便是看向噬魂宗宗主的身影，隐隐察觉出他体内的那另一股力量的恐怖，脸色也并没有刚刚那么高傲自居，同时浮现出一抹凝重之色，开始打量着对方。是不是很疑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对吗？见到大家那疑惑的神色，噬魂宗宗主缓缓脚踏虚空走来，脸上挂着一丝诡异式笑容。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离开，之前你们看到的只是我故意而为之。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都有些搞不懂噬魂宗宗主的做法，一名5重天卫神的实力而已，难道还想掀起什么浪花不成？但是为何刚刚他能够一招瓦解了他们连手下都无法对抗的灭世5日？我想你应该可不是噬魂宗宗主那么简单吧？你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灭世神火内心中感到一丝疑惑和好奇，他从未有过自己的灭世5日被一名表面上只有5重天卫神实力的噬魂宗宗主给轰碎。哈哈哈，还是灭世你冷静一点，这么快就发现本座的身份。我的确不是噬魂宗宗主的身份，既然各位神指强者都在这里，我也不隐瞒了，告诉你们也无妨，毕竟你们等会还是会全部陨落本座手中。话已至此，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面色微微一变，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是魂宗宗主还不是他的真实身份？就在他们开始猜测是魂宗宗主真实的身份时，唯独只有神指联盟的四御天神君表情平静，仿佛早就知道了是魂宗宗主的真正身份，不然刚刚也不可能会向噬魂宗宗主求救了。这么一想，四御天神君竟然早已经与噬魂宗宗主暗地里合作，将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都蒙在了鼓中。小陇和雨涵吞吞三人目光直视着噬魂宗宗主身躯，一股隐藏极深的气息也是即将从体内深处爆发，而那股力量并不是神之力量，而是魔之力量。我还有另一道身份，就是噬魂宗宗主故意没说完，因为接下来的这一刻才是让众神指强者彻底震惊的画面。一道约莫数万丈庞大的暗黑光束自噬魂宗宗主的体内猛地冲击而出，暗黑光束直达天际，可怕的力量顿时肆虐八方，一股无法形容的压迫感从中不断的散发弥漫，天地间仿佛是有着诡异的梵音从虚空中传出，那恐怖至极的力量令得整个神火空间都是微微的震动起来。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都感应到那暗黑光束中所散发的强大压迫感，令得他们面色彻彻底底的巨变，一抹震动之色忍不住的涌上心头，因为这股压迫感比起此前的灭世神火本体更强大，已然超越了6重天卫神，达到了7重天卫神的领域。这股恐怖的力量竟是7重天卫神。众神指强者猛地将目光直接是看向了远处的一道虚空上，萧炎、小龙等人也是在此时
顺着投射而去。而在那无数道惊骇目光的注视之下，只见得他们的上空中暗黑光束不断的闪烁，同时也可以看到其中有着一道魔影矗立。那道魔影静静地屹立于其中，待的下一秒，那道魔影身上的恐怖黑气顿时间铺天盖地的弥漫而开，笼罩了整个天地之间。而在这些黑气之中，有着一道令人极度不舒服的气息，并且还能够侵蚀在场所有神指强者体内的神元之气，能够让他们体内的神之力量变得异常起来。这股力量是魔之力量，这怎么可能？此时，诸多神指强者，就连那几位第一天骄，都是在这强大恐怖的魔之力量下，显得颇为的渺小。就算是拥有者半步七重天卫神的灭世神火，此时在这股魔之力量面前，也是被这股魔之力量所震慑。因为这股魔之力量比起四御天神君还要强大很多很多，怕是已经堪比灭世神火巅峰时期的力量了。所有神指强者以震惊的目光紧紧地望着那道虚空上的魔影，然后在其脸颊上有着难以置信浮现出来，有些失声的喃喃传出：好恐怖的气息，那是什么人物？而且他的出现，使得这片天地中竟然出现了令人厌恶的气息。不少神指强者开始议论起来。随着暗黑光束的逐渐消散后，露出了那道魔影的真实面貌。那是一名身穿黝黑衣袍的男子，身躯伟岸，仅仅只是站立于那处虚空，就有着一种凌驾于天地之上的恐怖魔威。也就是这黝黑衣袍男子的出现，这片天地空间都是变得格外的扭曲，并且刚刚还是魂宗宗主的模样，此刻却是被另一道容貌所代替，完全就是两个人的模样。在场所有的神之强者，此时体内的神力都是忍不住的震动涌起。五重天卫神之下的强者体内的神力暴动，小龙与韩吞吞以及其他超神势力的强者皆是一口鲜血直接喷了出来，当即露出不敢置信的骇然之色。这隔着这么远的距离，那股强大的恐怖魔威直接入侵了他们的体内，因此受到了伤害，甚至神力都开始被那股魔威吞噬了一般。这样的恐怖力量，恐怕只有魔之力量了。而且这股魔威很明显，能够抵挡而下的就只有五重天卫神之上的超级神智，方才能够抵御而下。此时，那几位第一天骄的面庞都是抽搐了几下，眼神无比的凝重起来。他们都知道，眼前的这位穿着黝黑衣袍的男子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噬魂宗宗主，而是另一个人。整个神火空间之中都是处于了一种死一般的寂静，在场的强者怔怔地望着那道虚空上伟岸无边的魔影，显然是被那种散发出来的气魔威给震撼住了。三灵全魔，你可算显现出真身了！要是来迟一步，本神君可就被灭世神火给重创了。此时，四御天神君面色微微一变，嘴角扬起，淡淡的道：真是没用的东西，亏你还是神指联盟的四御天神君，还以为你能够将这被封印神法大阵压制后的灭世给击败，结果反倒是被他给差点重创。这道魔影也是没有给四御天神君好脸色，语气极为的森寒。如果换作是其他人这般说话，四御天神君恐怕早就直接将其击杀了。但是对方乃是一名全魔啊，而且还是三灵全魔，那实力可不容小觑。当年三灵全魔可是在一夜之间就将无量神界中五大超神势力之一的元始山给彻底的覆灭。那时候三灵全魔的名字也是响彻整个无量神界之中，就算时间过了这么久，他的名声还是有人清清楚楚的记得。所以一听到三灵全魔的名字，让的诸多神指强者内心都是直接感到震惊。虽然他们不清楚三灵全魔是如何将元始山在一夜之间消灭的，但是从刚刚那恐怖的魔威中就可以感应出对方是一位真正的超级神之，实力更是达到再迈出一步的话就能够成为高阶天卫神，那就是一夜之间将元始山那等超神势力给消灭的三灵全魔。不少强者更是瞪大了那双不敢置信的眼睛，吃惊地望着虚空上那伟岸的魔影。一些颤颤巍巍的声音忍不住地响了起来，带着浓浓的恐惧之意，身躯都不由自由地微微发颤。要知道元始山之主的实力乃是一名6重天卫神，其中还有诸多的5重天卫神，可就算这样依旧在一夜之间毁灭，足以证明了三灵全魔的恐怖手段。一名拥有7重天卫神实力的全魔，在场这里的所有神指强者怕都不是其对手，就连抵抗的机会都没有。如此强大的存在竟是会出现在这里，难道他也是来争夺神火的不成？如果真的是这样，怕是又会掀起可怕的惊天波澜。本次进入无量神院的各方势力基本都是奔着绝世神器和神火而来，如今绝世神器已经被噬魂宗夺取，现在难道还要夺取神火吗？还真是连其他肉都不给别人吃啊！不对，现在对方已经是三灵全魔，可不是之前的噬魂宗宗主，之前的身份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乃是全魔身份。都给本全魔退下吧，这里就交给我吧。三灵全魔袖袍一挥，一股可怕魔威再度增强了几分，就算是高权他们几人也只能全力运转神力，才能与对方的魔威抗衡，不然他们恐怕也将会在这股魔威下受创。现在5重天卫神之下的强者已经都身负重伤，就连小龙、蕴含、吞吞3位也同样如此，他们的实力可都是在5重天卫神之下。这魔物怎么比之前上古圣地那位强了那么多？这般魔威，恐怕只有我娘才能与之匹敌了。小龙捂住胸口，勉强地站了起来，脸色有些苍白地说道：
哥，姨娘什么时候才来啊？雨涵也是身受重伤，一道血迹还残留在嘴上。突然出现了这么强大的拳魔，他们可没有与之抗衡的实力。如今心中也是非常盼着他的姨娘过来。吞吞重伤，神兽之躯也是坚持不住，变成人形，目光凝重地看着那道魔影，眼神中充斥着一股异样之色。我也不清楚，进来无量神渊之后，他就让我们先找到神火，也不知道他去干嘛了。小龙也是被自己的这个亲娘弄得不知所措。自己虽然拥有圣龙气运之力，可是由于实力还不够强大，无法发挥出真正的力量。虚空上，魔影双手敞开，目光在众神之的身躯上扫过，一些被三灵拳魔视线所扫过的瞬间，一股浓烈的恐惧感由心而发，最后却是将目光锁定在了灭世神火本体的身上。诡异的笑容浮现而出，发出阴森的声音：灭世，我们又见面了。经过刚刚的观察推测，这里的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应该就是你。闻言，灭世神火也是微微一怔，沉声道：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是我？怎么可能？我也是被封印在这里千万年了。你说是我，你没搞错吧？三灵拳魔笑了笑，接着道：没有错，整个无量神界中被一道无比庞大的封印神法大阵所笼罩，而我在你出现的那一刻起，我便注意着这道神法封印大阵的布局。经过本座的秘法窥探，而你就是此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哼，真是信口雌黄！不要以为你的实力强大，就以为我对付不了你，把我逼急了，我就与你鱼死网破。灭世神火一脸暗沉，心中也是有些震惊，没想到这里的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竟是被对方真的窥探到了。看来这些魔物是有备而来啊，但也绝不能让对方破了自己这道阵眼，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被放出那个东西，整个无量神界怕都是会不复存在。所以灭世神火必须阻止对方，不然全部都要完蛋。只是对方的实力已经远超现在的灭世神火，想要击败对方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是也不能坐以待毙。如果自己的实力是全盛时期的话，对战三灵拳魔乃是旗鼓相当，甚至还会略高于对方。现在自己成为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其实力也是跌落至半步七重天位神，所以想要阻止对方也只能去拼了。哈哈哈，灭世，你也不用不承认了，我早已经知道了。如果你不是此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你怎么会实力跌落而下？你乃是一名堪比七重天位神的实力，就算经过数千万载的时间流逝，你的实力应该也不可能会倒退才是。而你的实力倒退，真正的原因就是你与封印神法大阵有着联系，大阵需要你的火神本源才能维持此神法大阵的封印之力。本座说的没有错吧？见到灭世一口否决，三灵拳魔也是表现得很自然，然后说出灭世神火实力跌落的真正原因。废话不要太多，你们这些魔物迟早会被我们击杀，不要再垂死挣扎想要去做那件事情。灭世神火的本体说话声音不大，确实令得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都听得清清楚楚。哟，灭世，希望你的实力会和你的嘴巴一样厉害，不然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了。击败你之后，这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就会被破，这长达千万年的封印神法大阵也就此彻底的消失。三灵拳魔带着的一丝诡异的笑容看着灭世神火，后者见到对方这般笑容，确实心中一沉，愤怒道：该死的魔物，你想要将那个东西救出来？三灵拳魔双手抱胸的低沉道：不然呢？想要救出那个恶魔，我第一个不答应。那可是会将整个无量神界都能给毁灭的东西，一旦被冲破这道封印神法大阵，到时候整个第一等级世界都会陷入危机。灭世神火周身的炙热气息波动也是飙升而起，下一刻便是全力激战三灵拳魔而去。见到灭世神火那果断的攻击而来时，三灵拳魔面色也是认真起来。虽然灭世神火的实力跌落半步七重天位神，可毕竟它本身就是大咒中所孕育诞生出来的神物，其威力的恐怖也不敢有所怠慢，同意是全力反击。全魔封神阵。三灵拳魔的声音传出后，这片天地间似乎再一次的变得暗沉了下来，旋即出现了60道黑色火焰。此火焰的出现并不同于神火一般会出现炙热的高温，这诡异的一幕令得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眼神微微带着一丝震惊。而当三灵拳魔施展出灭神斧的秘法时，小龙与韩二人脸上早已经被凝重之色所代替。他们可是见识过此前武灵拳魔施展的这一招，那威力就算是实力相当的上古圣主都吃瘪，更何况三灵拳魔施展出来的拳魔封神阵中竟然足足比武灵拳魔施展时多了10道黑火。看这样子，本身实力越强大，那么施展此独门秘法也就会越强。其中的黑火就是标杆，那灭世神火直接双手一变，掌心上便是出现各一道紫色的火莲，然后对着三灵拳魔的拳魔封神阵丢了出去。紫色火莲的速度非常之快，快到一眨眼间就已经和拳魔封神阵相撞在了一起。顿时间，虚空上空间炸裂，火浪和魔气席卷开区，神火凝形。在双方力量的轰击对碰下，灭世神火一声厉喝，旋即其身上的紫色火光暴涨，弥漫出来的火焰急速凝聚成兽身，纷纷出现，带着可怕的咆哮震撼声，朝着拳魔封魔阵中的60道黑色火焰给怒刨而去。天地仿佛都是在此时颤抖了起来。
这处空间竟是直接被双方的可怕的力量硬生生的给分成了两半，空间也是碎裂崩塌。虚空上，可怕的能量炸响不断持续的炸响，直接引得天地都差点失衡。如此强大的破坏力，直接让在场的无数强者见所未见的震撼。他们的表情无比的丰富，张开嘴巴一动不动，仿佛是定格在那里一般。可怕的能量直接让的天地崩塌，大地的裂缝犹如是蜘蛛网一般裂了开去，直接将神火空间搞得一片狼藉的画面。好强大的力量啊！各方超神势力的天骄强者皆是认真地注视着这一场激烈的战斗。这等层级上的战斗之威，恐怕就算是一些五重天卫神的超级神旨哀上都得瞬间重创。虽然那灭世神火的实力被镇压了一部分，可是所爆发出来的神火力量依旧不弱全盛时期多少。灭世，看来本座还是小瞧了你啊！没想到你的火神本源之力还是如此的强大。看来如今你半步七重天卫神的实力，应该也经过数千万载的时间中逐渐的恢复过来。封印阵法大阵起初的时候，你的实力应该压制得更低吧？全魔封神阵的威力，他本身知晓是多大的强大，对付同境界的对手都是没有问题。可现在对付只有半步七重天卫神实力的灭世神火，却没能击败对方，着实有些危惊。